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深入探索一个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甚至可以说挑战我们基本认知的主题——濒死经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NDE。对，这个主题确实很有意思。布鲁斯·格瑞森博士他写了一篇很详细的论文，再加上他的一段访谈记录。格瑞森博士是这个领域的重量级人物。是啊，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从这些精彩的资料里面，帮您挖出最核心、最值得我们一起思考的一些观点。好，比如说濒死经验到底长什么样子？为什么好像跨越不同文化、不同时代都有那么惊人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确实是个关键。然后现有的科学模型够解释它们吗？还是说有解释不了的地方？这就是争议点了。对，还有就是这些经验听说会彻底改变经历过的人，改变他们的人生观。没错，这个后效应非常显著。最后我们也会聊聊这一切对我们理解，所谓的灵性、宗教，甚至是意识本身，可能会带来哪些冲击。这部分就更耐人寻味了。好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次的深入探索。来吧。好，那第一个问题最直接的，我们说濒死经验的时候，到底是在指什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跟我们平常做的梦，或者有时候可能产生的幻觉，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我听格瑞森博士在访谈里提到，大部分的经验都是非常愉快的，而且经历的人都非常坚持，说那个比现实还真实。对，比现实还真实，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描述。这个现象的确不是说现代医学发达之后才冒出来的。不是新的。不是，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人开始系统性的记录了。那个瑞士地质学家亥姆，他在1892年就收集了不少阿尔卑斯山登山者坠落时的经验报告。哇，100多年前。对，而且如果再往前看，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化里面，不管是欧洲、中东、非洲、印度、东亚，甚至澳洲原住民、美洲原住民的记载里，都能找到非常类似的描述。跨文化都有。是的，核心元素很像。至于有多普遍嘛，有些研究推估大概有1/3，就是说接近死亡状态的人可能会经历 NDE。1/3，比例很高哎。对，甚至有说法认为，可能高达美国总人口的5%都曾经经历过。不过，葛瑞森博士他自己对这个5%的数字是比较保留的，他觉得可能有点高估。可以理解。但重点是，会触发 NDE 的情况其实还蛮多种的。有些人是真的临床上死了，心跳停了，然后被救回来，心脏骤停那种。对，有些人是在临终前，可能意识还清楚的时候，看到一些景象，所谓的死亡时刻景象。还有些人甚至只是在严重的意外或者生重病的时候，感觉自己快要死了，那个濒死的感觉也可能触发。所以不一定真的要到临床死亡。不一定，那个主观上感觉濒临死亡也很关键。了解，听起来范围真的很广。那在这些经验里面，通常会发生什么事啊？那个雷蒙·穆蒂博士，就是1975年提出濒死经验这个词的人，他当时整理了大概15个常见的特征，对吧？对，穆蒂的书影响很大，像是无法形容的感觉啦，听到医生说自己死了，感觉非常平静，听到奇怪的声音或音乐，看到一个隧道，感觉自己飘出体外，灵魂出窍。对，还有遇到过世的亲人或者一个亮光，甚至回顾自己的一生。哇，这些元素听起来就已经很超乎我们的日常经验了。没错，穆蒂的研究是个重要的起点。不过后来葛瑞森博士他提出的4个核心面向，可能更有助于我们比较系统性的去理解这些又复杂又深刻的经验。4个面向。对，他把它归纳成认知、情感、超自然还有超验这4个层面。这4个维度，那具体是什么呢？可以帮我们拆解一下吗？好，没问题。我们先看第一个认知层面。认知。这包括时间感的改变。很多人都说感觉时间变慢了，甚至好像完全停住了，但同时他们的思考却变得异常清晰，而且非常快速。时间变慢，思考变快，
这还有趣。对，还有就是最有名的全景式生命回顾，像跑马灯一样，把自己一生重要的片段快速看过一遍，但通常不是带有批判的，反而是一种充满理解的感觉。生命回顾，最后是一种顿悟感，就是突然间好像对宇宙啊、生命的奥秘啊，有了一种很深刻的领悟。格瑞森博士记录过一个骑脚踏车出车祸的女生的案例，她说在撞击前那非常短的时间里，她感觉时间变超慢，心思却异常清楚，还回顾了人生片段，而且很平静地想啊，死了也没关系，我活得很好。这跟我们一般想象中遇到意外时的恐慌完全不一样。哇，这真的不像一般反应。那第二个层面呢？情感。对，第二个是情感层面，这往往是 NDE 里面最触动人心的部分。最普遍的是一种压倒性的、强烈的平静感、幸福感跟喜悦感。平静跟喜悦是，甚至有些人会描述一种跟宇宙万物合而为一的感觉。然后非常非常多人提到，会遇到一道很明亮的、充满了无条件的爱跟接纳的光芒，有时候会被叫做光之存有。光之存有。充满无条件的爱。格瑞森博士分享过一个做心脏手术的女病人的经验，她描述自己被一种纯粹的、全然的爱给包围了。那个爱是从远方的光来的，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听起来就很美好。那第三个超自然层面。第三是超自然层面，这里指的是一些好像超越我们已知的感官能力的现象。超越感官，对，比方说感官变得异常敏锐，能看到以前从没见过的非常鲜艳的颜色，听到像天籁一样的声音。有经历者甚至形容，要描述那种感觉，就好像试图用蜡笔画出气味一样困难，因为我们的语言跟不上那种体验的维度。啊，用蜡笔画出气味，这比喻真妙。是啊。还包括明显的超感官知觉，就是 ESP， 像是有时候会看到预知未来的画面。当然，还有最有名的灵魂出窍 （Out of Body Experience，OBE）。这个我知道，就是感觉自己的意识脱离身体了。没错，感觉自己飘在空中，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的身体还有周遭发生的事情。那第四个超验层面呢，听起来更神秘了。第四个超验层面，这部分就更接近我们说的神秘体验的范畴了。神秘体验，包括感觉自己好像去到了一个不属于人间的神圣的境界或维度，然后可能会遇到一些无法形容的神秘的存在或临在感。遇到神秘的存有，对，也可能看到已经过世的亲友或是宗教人物的灵体。而且他们通常看起来是很健康、充满爱的样子。看到过世的亲人，是。还有一个常见的元素是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边界或者一个极限点，心里会很清楚的知道，一旦跨过去就回不来原本的生命了。一个不能回头的点。对，一个 point of no return。比现实还真实，这个描述本身就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好像我们的语言系统要描述这些经验的时候，都有点不够用。的确是这样。而且您刚刚提到，小孩子的经验跟大人很像，只是比较少生命回顾或遇到过世亲人。这是不是也间接说明，经验的核心内容可能不是我们后天学习或是文化影响造成的？这确实是研究者观察到的现象。儿童的 NDA 报告，他们的核心特征像是平静感、看到光、灵魂出窍这些，跟成人描述的非常一致，但比较少涉及到需要有人生阅历才能形成的内容，像是生命回顾。这一点确实让那种文化预期或者个人想象的解释，打了点折扣。好的，听到这些跨文化、跨年龄都这么一致又这么深刻的经验描述，那很自然就会想问，科学上到底怎么解释啊？我们的大脑在快死掉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缺氧吗？还是药物的影响？或者是某种神经化学反应？这大概是所有想了解 NDE 的人都会先问的问题吧？没错，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切入点，也是早期研究的主要方向。但是这些资料很清楚地指出，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合理的生理学解释，在实际的研究里面都遇到了蛮大的挑战。遇到挑战？对，比如说缺氧，
hypoxia 或 anoxia。一般情况下，大脑缺氧会造成意识混乱、焦虑、恐惧，还有一些片段式的幻觉。听起来跟 NDE 很不一样。对，跟 NDE 经验者普遍描述的那种思路清晰、感觉平静愉悦，整个经验叙事很连贯，可以说是非常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而且还有研究实际去测量那些经历 NDE 跟没有经历 NDE 的心脏骤停病人，他们血液里的含氧量，结果发现两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没有差别，那缺氧解释就不太通了。那再说到药物的影响啊，研究结果可能更让人意外哈。有些研究反而显示，那些用了镇静剂或者其他药物的病人，报告有 NDE 的比例，甚至还比较低耶。还比较低，这也太反直觉了吧？是啊，另外还有一些理论试图从特定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脑内啡 endorphins， 大家觉得它会产生愉悦感吗？脑内啡。或者从特定的大脑区域，像是天叶temporal lobe， 它跟某些幻觉或神秘感体验有关，想从这些角度来解释 NDE。但是葛瑞森博士这些研究者就指出，这些说法目前大多还停留在假说的阶段，只是假说。对，还缺乏很直接的可以重复验证的证据来支持。葛瑞森博士自己也说，他最早也觉得一定有生理学的解释，可是几十年的研究数据累积下来，就发现这些相对简单的模型好像没办法完全涵盖 NDE 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以生理上的解释目前看来是有困难的。那心理学的解释呢？比如说，这会不会是一种人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像是解离 dissociation， 或者是自我感消失 depersonalization？心理防卫机制，或者说穿了，会不会就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愿望投射，或是受到我们文化里面对天堂啊、死后世界啊这些想象的影响？这些心理学的模型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对不对？但同样的，他们在证据上也面临一些困难，也是有困难。对，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肯定会影响他怎么去诠释和描述他的 NDE 经验，这是一定的。比方说，一个美国的基督徒，他看到的光之存有，可能觉得那就是耶稣。但一个印度教徒可能看到的是他们熟悉的某个神祇，诠释会不同。但是经验的核心内容本身，像是灵魂出窍的感觉、遇到光、回顾一生、感受到爱等等，这些核心元素却惊人的相似。我们前面提过，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甚至根本对 NDE 没听过的小孩子，都描述出非常类似的经验核心。这点真的很难单纯用文化预期或个人想象来解释耶。是的，而对于所有这些生理和心理学的解释，构成最大挑战的，恐怕还是两个关键的现象。两个关键现象。第一，很多经历者都报告说，在他们生理功能非常非常低落，甚至已经临床死亡，就是心跳停止、呼吸停止、脑干反射都消失了的状态下，就是医学上认定死亡的状态。对，在那个状态下，他们的心智、他们的意识却感觉异常清晰，思考速度加快，感觉功能甚至比平常还要好。在大脑应该没功能的时候，意识就更清晰。没错，这就跟我们目前主流理解的意识是大脑活动的产物，这个观点似乎有点冲突。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号。那第二个现象呢？第二个就是那些事后可以被验证的、非常准确的灵魂出窍的感知 ，veridical perception during OBE。灵魂出窍时看到的，而且还能被证实是真的。这个，格雷森博士在访谈里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个关于领带的故事，对吧？那个真的让我印象超深刻的。没错，那个案例对他个人的研究生涯可以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可以分享一下吗？好，当时他还是个年轻的精神科住院医师，
有一次被叫去急诊室会诊一个因为药物过量而深度昏迷的女病人。在去之前，她在医院餐厅吃饭，不小心把番茄酱溅到领带上了。她觉得有点糗，就刻意用医师袍把领带遮起来。哈，可以理解。她到了病房看那个病人，病人当然是深度昏迷，完全没有反应。之后呢，她就走到走廊另一头的家属等候室，跟病人的室友在里面谈话。因为房间有点热，他就把医师袍的纽扣解开了，结果就露出了那条弄脏的领带。好，然后呢？关键来了，隔天早上他再去看那个病人，病人已经醒过来了。他正要自我介绍，没想到那个病人打断他，说：“我知道你是谁，我昨天晚上看到你了。”哇！他非常惊讶，就回说：“可是我看你昨天晚上一直都昏迷着啊。”结果病人说：“我不是在我的房间里看到你的。我看到你在走廊那边跟我的室友梳洗坐着说话。”天哪！还没完，接下来，他不只准确地复述了葛雷森跟他室友谈话的内容，他们坐的位置，最后还补了一句：“而且你打了一条花纹领带，上面有一块红色的污渍。”这太惊人了！一个深度昏迷的病人，理论上不可能看到、听到任何东西，却能准确描述几公尺外另一个房间发生的对话，甚至看到别人衣服上的小污渍。对，这真的非常难用我们已知的感官或是大脑的功能来解释，简直像是超能力了。葛瑞森博士就强调，正是这种无法用已知的感官来解释，而且事后可以被客观验证的准确的讯息获取，对纯粹的唯物论，也就是认为意识完全是大脑物理活动的副产品，构成了最严峻的挑战。的确是个严峻的挑战。这也是区分 NDE 跟一般的梦境或幻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梦境或幻觉的内容通常是很主观的、混乱的，而且不会包含这种能被第三方证实的脱离自己身体位置的准确感知。这类可以被验证的 OBE 案例，虽然不像其他 NDE 元素那么普遍，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极具颠覆性。好，如果说现有的生理和心理学模型都很难完美解释 NDE 是怎么发生的，那这些经验的后效应，也就是他们对经历者产生的影响，这就变得更值得我们关注了。资料里面都说，这可能是 NDE 研究中最一致也最显著的发现，就是经历过 NDE 的人，往往会发生很深刻，甚至是永久性的转变。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转变呢？这种转化的力量确实是 NDE 研究里面最引人注目的面向之一，而且真的非常普遍。经历者报告的核心转变大致上可以归纳成几个重点。好，首先也是最常被提到的，就是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会明显降低，甚至完全消失，不再怕死了。对，因为亲身体验到意识在身体功能停止之后，好像还能存在，甚至感觉更好，这自然会改变他们对死亡的看法。这很合理。其次呢，是对生命的态度会转为更加积极，他们会更懂得欣赏生命的价值，觉得生命好像更有目的、更有意义了，也更珍惜活着的每一刻，更热爱生命。是的，再来，他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价值观会改变，会变得比较关注他人，更有同情心、同理心，也比较有利他的倾向。可能是因为体验到那种宇宙合一感，或者跟他人深刻连结的感觉，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爱跟关怀就变得格外重要，更重视人际连结和爱。同时他们的灵性层面普遍会得到提升，这一点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深入聊聊。好，最后相对地对于一些世俗的追求，像是追求物质财富啊、社会地位啊、名声啊、跟人竞争啊这些，他们的兴趣会明显降低。对，这些比较看淡了。对，他们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再是衡量生命价值的唯一标准了。研究者常常把这种全面而深刻的转变叫做灵性转化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而且有趣的是，这也不是现代才有的记录哦。早在1865年，有个英国的外科医生叫布罗迪爵士，他就记录过一个案例，一个原本名声不太好的水手，在溺水濒死被救回来之后，声称自己去过天堂，回来之后整个人性情大变，从此变成船上最正直、表现最好的人之一。哇，
100多年前就有这种因为濒死经验而性格大变的记录嘞。是的。那您刚刚提到灵性转化，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都变得更虔诚了？比如说更常去教堂、去寺庙，或者更严格的遵守宗教仪式了？这正好是一个需要厘清的关键点。包括像肯尼斯 Ring 还有 Sutherland 他们的研究，以及格瑞森博士的访谈，都指出一个现象：很多经历者会很明确地表示自己变得更灵性 （more spiritual） 了，但是却不一定更宗教 （more religious）。更灵性，但不一定更宗教，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们的感觉是这样：那些传统的组织化的宗教里面的教条啊、仪式啊，或者特定的框架，对于他们亲身经历到的那种非常宏大、直接、充满爱的灵性实相来说，好像显得有点狭隘，或者太简化了。觉得宗教的框框太小了，有点那个意思。他们反而倾向去拥抱更宽容、更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更加强调说，所有不同的宗教路径最终可能都指向一个共通的核心，那就是无条件的爱与慈悲。爱与慈悲。对，他们在经验中感受到的那种神性临在或是光，通常比任何特定宗教描绘的概念感觉起来更广阔、更包容。听起来是种更个人化、更普世的灵性体验，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啦。也有研究发现，还是有一部分的经历者在 NDE 之后，确实会增加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也有变更虔诚的。对，这可能是因为那个 NDE 经验强化了他们原本就有的信仰体系，让他们对自己原本的宗教有了更深的体悟。所以 NDE 对个人宗教或灵性态度的影响，其实是很多元的，不是只有一条路。了解，影响是多样的。但是有一个转变似乎是相当核心而且普遍的，那就是对黄金法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拜人如己，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式的理解。体验式的理解是，尤其是在那个生命回顾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报告说，他们不只是看到自己过去做了什么，而是能够感觉到他们那些行为对别人造成的影响。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都能感同身受，亲身体验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没错，所以黄金法则对他们来说，就不再只是一条写在书上或是别人告诉他们的道德规范了，而是变成他们亲身验证到的宇宙运作的法则，就像地心引力一样那么真实。哇，从道德要求变成宇宙法则，这个转变很深刻，非常深刻。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经历者普遍都不再怕死了，但他们反而对自杀这件事情持有更强烈的负面态度。不怕死，但反对自杀。对，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更深刻地体悟到，生命本身有它的目的和意义的，不应该轻易放弃。有个心脏科医生叫麦克·沙伯姆，他甚至观察到，经历 NDE 之后的这种正向的信仰和价值观转变，好像对病人的术后康复也有正面的影响，还有助于身体康复，似乎有这个趋势。而那个荷兰的心脏病学家范罗米 （Pim van Lomme），他的团队做了长期的追踪研究，也证实了这些态度和价值观的转变是非常持久的。即使在经历 NDE 很多年之后，这些影响依然很深刻。这些转变听起来都非常正面而且持久。格里森博士也提到，看到这种在短短几秒钟或几分钟内发生的深刻人格转变，对比他在精神科领域工作了几十年，深深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核心信念跟行为模式有多么困难。对精神科医师来说，这反差很大。对呀，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还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呢。他说 ，NDE 里面那种失去控制的感觉，反而可能带来了疗愈。这听起来很反直觉啊，失控怎么会疗愈？没错，这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吊诡，但其实非常有洞察力的观察。我们想想看，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压力，其实都来自于我们想要去掌控一切，对不对？对，想控制工作、控制关系、控制未来。没错，甚至想控制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但是在濒死经验里面，经历者是处在一种完全失控的状态，他们没办法决定自己要去哪里，看到什么，遇到谁，完全是被动的。对。然而，正是在这种彻底的失控当中，他们却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喜悦、安全感和被爱的感觉。在失控中找到平静。是的，这段经验让他们回来之后领悟到，或许紧紧抓住那个掌控权，并不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学会放手，接受生命中那些本来就无法掌控的部分，有时候反而能够释放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对死亡的焦虑。对，特别是对死亡的那种根本的焦虑。这种领悟让他们生活态度变得更从容、更开放，也更快乐了。失控带来疗愈，这个观点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那么，把话题再拉远一点来看，这些关于 NDE 的描述，像是灵魂出窍、遇到光、合一感，还有深刻的转化，听起来跟历史上不同文化里面记载的很多神秘经验mystical experiences 好像非常相似。的确很像。研究者们是不是也注意到这一点了？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绝对有关联，而且相似度非常高。这是研究者很早就观察到的现象了。像是罗素·诺伊斯 （Russell Noyes Jr.） 还有 Walter Pahnke 跟 William Richards 这些学者都详细比较过 NDE 跟传统的神秘经验，发现了很多共同的特征。有哪些共同点呢？比如说，都有很强烈的平静跟喜悦感，经验本身都难以用言语形容，就是 ineffectability， 都感觉超越了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都能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临在感，都能获得一种直觉性的知识或顿悟，所谓的 noetic quality， 都感觉跟万物合一，都会遇到灿烂的光明。哇，几乎都一样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者都能带来持久的正面的生命态度转化。这个转化效果也是共通的。是，有学者像是卡洛·扎列斯基，还有 Margot Gray Fox， 他们都曾经把濒死经验跟中世纪天主教那些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像是圣女大德兰 Saint Teresa of Avila， 或是圣十字若望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他们写的东西拿来比较，发现了很多惊人相似的主题。比如说，像是他们描述的那种出神状态下的灵魂飞行或出体，看到神圣的光或意象，获得超自然的知识，失去对死亡的恐惧，还有由此带来的深刻生命转化等等，都非常类似，跟几百年前的神秘主义者经验类似。对，甚至还有学者像是保罗·巴董，他提出一个蛮耐人寻味的观点。他说，现代的这种急救复苏的医疗技术，可能在无意中为大量的普通人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有机会得以一窥过去好像只有极少数经过长期苦修的神秘主义者或圣徒才能达到的那种意识境界。哇，这个说法很大胆呢，等于说科技进步反而让神秘经验普及化了，有点那个味道，是个有趣的推论。好，那如果 NDE 真的跟这些跨越时空的神秘经验有这么深刻的联系，那这对我们既有的宗教体系还有神学思想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或者说启示呢？这听起来绝对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甚至可能引发很多争议的领域。的确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很多张力。一方面，就像学者 Fox 在书评里很敏锐指出的，主流的建制的那些神学界，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神学界，对于濒死经验这个现象，整体上好像保持着一种耐人寻味的沉默。保持沉默，为什么？他推测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啦。也许有些神学家觉得这就是临终时的自然生理或心理现象嘛，没什么特别的神学意义。自然现象，或者可能是受到现代学术界普遍对超自然现象抱持怀疑态度的影响，也可能他们倾向把这些经验理解成一种很深刻的个人隐喻，或者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的原型展现，而不是真的跟客观的神圣实相发生了接触。宗教学者扎列斯基也表达过类似的观察。
就是不把它当作真实的灵性接触来看。对，比较倾向用心理或象征意义来解读。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神学界之外，像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还有经历者本人，他们就没办法回避，会不断去探讨 NDE 潜在的宗教和神学遗憾。那他们怎么看呢？有趣的地方来了，几乎来自所有主要宗教背景的人，好像都能在 NDE 里面找到支持或呼应他们各自教义的部分。所有宗教都能找到共鸣点。对，从印度教讲的轮回业力观念，佛教特别是净土宗和西藏密宗关于中阴身和光明的描述，到诺斯底基督教、中世纪基督教的意象文学，甚至摩门教的神学，乃至于当代比较流行的新时代灵性运动等等。NDE 好像一面镜子，能映照出不同信仰体系的核心关怀。哇，那不是很好吗？代表它有普适性。但也就是这种看似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适性，使得 NDE 的某些核心特征，反过来又跟某些特定的宗教，尤其是传统基督教的某些特定教义，产生了潜在的张力，甚至是矛盾。哦，跟基督教义有矛盾，哪些地方？福克斯就归纳了好几点，比如说 NDE 里面很常见的灵魂或意识脱离肉体的描述，这跟基督教传统很强调的肉身复活观念似乎就不太一样。灵魂出窍 versus 肉身复活。对，还有 NDE 好像暗示说死后意识继续存在是普遍发生的，而不是完全取决于你是否接受了特定的信仰或者上帝的恩典。不管信不信主，好像都会经历。经验本身似乎是这样。另外，死亡时经历的那种个体性的审判，像是生命回顾中体验自己行为的后果，这跟传统基督教说的未来会有一个末日大审判，好像也有点差异。个体审判 versus 末日审判。还有就是非基督徒也能遇到那个充满爱的光之存有，而且不一定会把它认同为基督，而且好像不管生前的信仰背景是什么，人们在 NDE 里面都倾向去到类似的充满爱的地方。这些张力的确很有意思哎，就是有些观点认为濒死经验根本就是撒旦的骗局，这听起来完全是反过来的解读了。是的，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一些基督教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t 的诠释，他们的论点核心是这样：他们觉得 NDE 所描绘的死亡过程太美好、太容易了。太美好了。对，那个仁慈的、充满无条件的爱的光之存有，即使对非信徒也是这样。这跟圣经里面强调的人类的堕落、原罪、上帝的公义审判，还有只有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得救，跟这些核心教义好像对不上。对，他们觉得有冲突，所以他们就认为这种看起来很美好的经验，一定是来自撒旦的精心伪装。圣经哥林多后书里面确实有提到，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们觉得是撒旦假扮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目的是要迷惑世人，让人们误以为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也能够获得美好的归宿，从而否定掉福音的必要性。哇，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批判。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是不是意味着撒旦的欺骗力量比上帝的恩典还要大？这问题很尖锐。如果那个光明的、充满爱的存有真的是撒旦，那真正的上帝在哪里呢？他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欺骗发生？对啊。另外，心理学家肯尼斯林则是引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的话，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7:20，看果子。对，他主张我们应该从 NDE 带来的实际果效，也就是经历者生命中增加的那些爱、慈悲、谦卑、利他行为，还有对生命的珍惜，来判断它的来源。这些正面的转化，感觉起来更像是来自神圣的源头，而不是恶意的欺骗吧。还有，针对那种批评说 NDE 宣扬廉价恩典，让人们以为可以为所欲为的说法，练格他们也反驳说，经历者体验到的那种无条件的爱，并不是纵容罪恶。不是纵容？不是，恰恰相反，正是透过生命回顾中亲身体验到自己行为对别人造成的痛苦或快乐，让他们深刻理解了爱的法则和行为的责任，
从而发自内心的想要去改变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爱心、更负责任，而不是变得放纵。是因为理解了才想改变。对。还有学者像菲利普·文森提出 NDE 的经验或许跟基督教神学史上一直存在的普救论 （Christian Universalism） 的观点更为契合。普救论，那是说就是相信上帝的爱与救赎最终会扩及所有的人，而不是只是局限于特定的信徒。哦，跟 NDE 经验中那种普遍性比较像。是的，所以总的来看，就像福克斯和扎利希基这些学者总结的，濒死经验似乎是一个太过复杂、太过丰富的现象，没有办法被任何单一的宗教传统轻易的就完全收编或者完全排斥掉。太复杂了，无法被单一宗教定义。对，他们真正的价值或许更多的在于，他们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一些最基本、最核心的、带有普世性的问题。哪些问题呢？关于心灵跟大脑的关系，关于意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关于我们跟某种神圣实相连接的可能性，关于宇宙的奥秘，还有我们在其中的位置跟最终的归宿。这些都是大哉问啊。的确是，而且 NDE 的影响可能远远不只是经历者本人而已。有研究显示，光是学习和反思濒死经验的内容，也能够对那些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产生正面的态度转变和灵性成长。光是听闻也有影响。对，社会学家查尔斯·福林和心理学家肯尼斯·令都观察到，他们的大学生在修了关于 NDE 的课程之后，变得更有同情心，更关怀他人，对生命的意义也有更深的思考。只是上课就有这种效果？进塔尔哈尔的奥米伽点这个概念。奥米伽点，对，他认为随着现代医学让越来越多的人从死亡边缘回来，并且分享他们的经验，这可能正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我们人类的集体意识朝向一个更整合、更灵性的方向在进化，一种朝向 Omega（Heading toward Omega） 的趋势。推动集体意识进化，哇，这个想法格局很大。是啊，最终或许就像 Grayson 博士在他访谈结尾时特别强调的，濒死经验带给我们所有人的最重要的讯息，可能并不是关于死后世界是不是存在，或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种确凿证据，不是关于死后世界的证明，那是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活好此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并以此为基础去活出更有意义、更充满爱与慈悲的生活。这或许才是 NDE 给予还活着的人最大的启示。重要的讯息是关于如何活在当下。好了，这次关于濒死经验的深入探讨，我们差不多走到这里了。我们的确看到 NDE 它是一种跨越文化和时代的非常深刻的主观经验。确实很深刻。它们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还有那些可以被验证的超常感知报告，对现有的那种纯粹基于生理或心理机制的解释模型，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对，挑战很大。同时，他们所带来的那种深刻而且往往是持久的生命转化，那种朝向爱、连结、生命意义感，还有对死亡恐惧的消解，更是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尽管这种转化不必然会导向传统的宗教形式，是的，转化本身更关键。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经验的确切成因，还有它们最终的意义，显然还在激烈的讨论和探索之中。没错，还有很多未知。最后，我想跟您分享一个 Grayson 博士在他访谈结尾时提出的一个问题，一个或许是终极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他问：我们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仅仅是一台复杂的、由物理定律支配的生物机器吗？还是说，我们本质上是灵性的存有，或者我们是这两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复合体？我们是什么？这真是个大问题耶。对，关于濒死经验的这一切探讨，或许最重要的启示就在于，
不管我们最终能不能得到关于死后世界的确切答案，这些经验本身都在强烈地提醒我们，去关注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方式，关注当下，认识到我们彼此深刻的连结，并且选择用慈悲和爱来行动，这本身可能就是最有价值的收获了。活出爱与慈悲。那么，在今天我们一起探索的这些令人惊叹的描述、科学上的挑战，还有那些深刻的转化故事里面，是哪个部分最触动您呢？它又如何跟您自己对于生命、死亡、意识和意义的既有理解产生了对话或者共鸣呢？这或许是您可以带着，在我们这次深入了解之后，继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